一，当菲利斯塔再次出现在镜头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他变了。最近，菲利斯塔再次出现在他人的视频中，没有夸张的剪辑，没有熟悉的账号，也不再是曾经那种被精心包装的叙事方式。画面里的他，在坦桑尼亚的农场、菜地、工厂周边，和朋友一起干活、聊天、摘菜、耕地。很多网友第一时间注意到的，不是内容，而是他的状态。他瘦了，头发剪得很短，几乎像男士发型，穿着简单，没有刻意打扮，说话不多，却始终在笑。那种笑，不是为了镜头准备的，而是真正放松后的自然反应。二，对比之下，变化才显得如此明显。如果把现在的菲利斯塔和他过去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形象放在一起对比，差异会非常直观。曾经的他是流量中心的一部分，他的生活节奏、出镜频率、话语表达几乎都被内容需要所牵引，他需要不断出现、不断回应、不断解释。而现在的他却恰恰相反，他不解释，也不回应争议。这种安静本身就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三，无法使用自己曾经的账号，是一个重要细节，很多人注意到，菲利斯塔并不是用自己曾经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账号出现的，他只能出现在别人的账号里，作为被拍摄者，而非账号的主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已经不再拥有对那个账号的控制权，也意味着曾经围绕他建立起来的流量体系并不完全属于他本人。但奇妙的是，正是在这种失去账号的状态下，他反而显得更轻松了。四，脱离控制并不等于失败。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原本的巨大曝光、账号和流量，就意味着跌落。但菲利斯塔现在呈现出的状态，恰恰在挑战这种单一的成功叙事。他并没有消失，他只是不再被同一套系统推着往前走。他开始出现在真实的生活场景里，劳动、社交、合作，互相照应。这不是流量意义上的上升，却是生活意义上的回归。五，他和朋友的关系透露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一次拍摄他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他在中国时期就非常亲近的朋友。从画面中能明显感受到，这不是偶然路拍，而更像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没有命令式的镜头调度，没有强行煽情的对白，更没有人设表演。这说明一点，菲利斯塔正在选择他愿意合作的人，而不是被选择。六，网友的情绪，高兴，但也复杂。评论区里，情绪是复杂的。一部分网友是真心为他高兴，他看起来终于不用再扛那么多了，他现在像一个真实生活着的人。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始终存在，大家仍然关心豆豆。七，关于豆豆的缺席，引发的并不是指责，而是担忧。在这些视频里，豆豆并没有出现在菲利斯塔身边，这让不少网友产生了担忧。孩子是否在一个安全、熟悉、有照料的环境中？长期分离是否会影响孩子的安全感？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讨论并不是攻击，而是出于一种非常直观的情感逻辑。大人可以重新开始，但孩子最好不要被落在身后。八，为什么脱离团队，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健康？这是很多人反复提到的一点。过去的菲利斯塔几乎被绑定在一个单一身份上，非洲媳妇、跨国家庭、文化差异、情绪冲突。而现在的他没有再被要求承担那么多叙事功能，她只是一个在坦桑尼亚生活、工作、与朋友相处的普通女性。这种身份的简化，反而让她的精神状态显得更加稳定。九，她不再解释，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面对外界的各种猜测、质疑、推测，菲利斯塔并没有站出来逐一回应。这种沉默，在某些人看来是逃避，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一种边界的重建。他正在告诉外界，我不需要再对每一个问题负责，我只对自己的生活负责。10. 流量退场后，生活并没有崩塌，这也是很多人从他身上重新理解的一点。当一个人离开流量中心，并不等于人生停止，恰恰相反，生活可能会变得更慢，但也更真实。菲利斯塔现在的生活，或许不再被几百万人围观，却更接近他自己能掌控的节奏。11. 他和杜宾似乎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轨道。一个细节无法被忽视，在中国，围绕菲利斯塔的流量体系仍在运转，邻居拍视频、卖货、直播，热闹不断。而菲利斯塔本人却已经身处另一片土地，过着与这些喧闹几乎无关的生活。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人生方向的分岔。12，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新生活。所谓新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逆袭或翻盘。有时候，新生活只是意味着3件事：一，不再被控制；二，不再被定义；三，不再被迫表演。菲利斯塔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菲利斯塔没有高调宣布任何决定，也没有发布声明式的视频，他只是用行动告诉大家，我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他走得不快，也不吵闹，但他走得很坚定。或许多年以后回看，这并不是一段消失的故事，而是一个人在被看见太久之后，终于学会为自己而活的开始。